李长寿陷入了一种奇妙的境界，自己能够感受到周遭的环境变化，也能够控制这条怪鱼游动的大致方向，但却无法自己醒来。畅游于那玄妙的道境中，他丝毫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，但一丝神念一直在怪鱼的身周飘荡，能够为他及时的示警。怪鱼不停地朝着西面游，渐渐地过去了3-5个月之久。某日，突然有2只巨大的铁刺从海面之上探下，将这条大鱼胸腹贯穿。李长寿当时就惊了一下，但因为没有感觉到危险，自身依然并未脱离那般玄妙道境。他就在大鱼的背部静静待着，继续体悟理解那般道境。其实啊，是他想脱离也脱离不出来。而后李长寿随怪鱼被2艘大船拖回了岸上，被一群打扮比较原始、身强力壮的青壮男女拖回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寨子，勉强能够分出一缕仙石，扫过外面，发现这里绝大部分都是凡人，只有几人有炼气化神的实力。怪鱼被解剖，李长寿感觉自己从怪鱼的背部滑了出来，然后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。这群地处偏僻的渔民将李长寿当成了海神，在他的身周又是跪拜又是跳起了倒柱之舞，还开了几天几夜的庆祝大会，把他给供了起来。只因为他从鱼背中滑出来时，身周的仙光闪耀，自身不染半分污垢，形象也十分英武。接下来的2个月，李长寿就保持着这种玄妙的状态，被这群渔民供奉在了寨子中。一位12、13岁的少女被选为侍女，日夜守在李长寿的身旁。又半个月后，李长寿总算将那些感悟尽数接纳，总算是挣脱了玄妙之境。闭目养神，内视一阵，已是到了清晨。那少女从隔壁房间醒来，听到轻盈的脚步声，李长寿也睁眼起身，准备跟这位道女道谢之后迅速离开此地。少女蹑着脚即将入门，李长寿已经口中出声：“多谢姑。”门帘被掀开，一条能有李长寿大腿粗壮的胳膊探了起来。李长寿顿时一阵眨眼：“我感知有错吗？不是少女，是少年。”当下他连忙改口：“多谢壮士搭救之恩。”哦，一道壮硕的身影从门帘后探了进来，先是一张俏丽的小脸蛋，而后就是那铁塔般的矮小身躯，还有那飘柔而下的3000青丝。就听一声粗犷的嗓音从这少女口中传来：“哟，仙人，你咋醒了？”啊，仙人！李长寿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点细节，心底泛起了少许警惕。按此前那些渔民的称呼，不应该是称我为海神吗？为了避免太多麻烦，李长寿在道谢之后，趁着那铁塔少女跑出去喊人，自己留下了一堆金银财宝，悄悄地不告而别。他并未走远，施展土遁钻过100里，藏身在海边丛林的一棵大树树干中，用仙石扫过这处寨子各处。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哈哈哈，这个寨子莫非是水土里面掺了猛汉药？仙石所及，一群身强体壮的男男女女在各处忙碌，他们还不是一般的身强体壮，而是那种难以描述泛着贵族气质的强壮。仙石所及之处，浑身都是爆炸性肌肉的男男女女，每一位都是胳膊和自家小师妹的腰身差不多粗细，几百斤的大磨盘被几个孩子滚来滚去当玩具。除却少部分的老人孩童之外，这寨子里大多数人都跟自己此前见到的那位铁塔少女差不多的体型。可能是我多想了，这就是一个
追求肌肉美的寨子吗？李长寿心底一笑，一心两用，在观察这个寨子的同时，细细感受着自己还未完全恢复的仙躯元神。仙石比灵石好用许多，不仅探查的范围更远，看的画面也越发清晰生动。渡劫之前，李长寿的灵石最多能够探查100-200里的范围，但看到的都是模糊的画面，只有30里之内才能看到清晰的画面。现在就不同了，随便放出仙石就能探查到2000里之外，就好比此时哪怕隔着1000里，也能大概的分辨出那2个扭打在林间草地上的人影，他们大概的搏击动作。好像不是在打架，不用在意这些细节。总之呢，探查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强化。李长寿的注意力回到100里外的寨子中，那位照顾了自己一段时日的少女，匆匆忙忙地带着一群人冲向他此前所在的木屋，发现他留在床榻上的一堆金银财物。离开渡仙门已经9个多月，自己还可以在外面停留最多3-4年，不然师父和内门执事定会外出找寻。这段时间去找一个海岛继续闭关吧。要做的事还有很多，自己现在必须要思路清晰，一件件事安排好日程。疗伤与稳固境界自然不用多提，必须想办法隐藏起自己的仙力和仙躯，模拟出原本凡胎道躯。既然最开始选择了隐匿修为做底牌，那就要将这条路坚持到底。万一突然暴露了，肯定会被渡仙门高层怀疑。第3版归西平气诀的开发必须要提上日程了。除此之外，李长寿还要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，因为自己渡过天劫之后，实力向前猛迈出一大步，得到了传闻中的飞升，这自然是好事。但是此前所做的那些御敌手段，有1/3都完全失去了意义，还有1/3效用大打折扣。比如软仙散与诸多毒丹已经略微有些鸡肋了，实力不够时，迷药和毒丹是护身利器，可现在毒丹的效果已经不如他一巴掌拍出去了。自己此前炼制了那么多对付真仙的毒丹，只能封存起来，以后在特定的环境中使用。或者去中神柱的边缘找一个防阵，拿去换成宝材药草。那把青铜短弩的威力可根据使用者的法力仙力水准提升，这件耗仙力极少的攻击利器可以留存，稍后用仙力祭炼一番，发挥一下它的潜力，能够继续给纸人使用。三昧真言也是这般，威力随实力提升，稍后只需要补充修行，凝练仙火。剪纸成人的神通需要再次参悟，今后的纸人会有更多的妙用，威力也非之前能比，五行遁法也能够迈入全新的境界。剑阵法宝要重新祭炼，一些此前想画却画不出的强大符箓，现在也可以做出来了。罗天宝伞可以搞一些更强力的阵法，等等等等。细细一数，自己要做的事还当真不少，3-4年的时间不一定够用，还是先挑着最重要的来吧。先把自己最常用的几个遁法提升一遍。事有轻重，生命一直是第一呀。飞升又如何？成仙又如何？成仙让自己从一只蚂蚁变成了强壮一点的蚂蚁，飞升给这只蚂蚁插上了翅膀，飞到了空中，但那也只是一只飞蚁，而且目标更加显眼了一些。洪荒不计岁，至今无数年。就算大劫不断的降临，但存留下来的高手依然有些太多了。上有天道道祖6圣，下有远古大能3教大佬，巫妖残强，人族后期高手，各类高人转世等等等等。自己现在洪荒3流高手都算不上，差得还很远，而且重点是还特别的穷。仙石
捕捉到了远处寨子中一片嘈杂的吵闹声。那壮壮的少女抱着李长寿留下的一堆金银财物，蹲在那儿嚎啕痛哭。仙人真不是我弄丢的，我也没把仙人给卖了呀。看他蹲在地上哭得像是个200斤的孩子，周遭那群铁塔金刚们依然狠心地对他一阵无情的指责。让你照顾海神，那么大个海神，你咋还能看丢了呢？啊，你非要跑出来喊人嘛？你就站在窗口喊海神醒啦，海神醒啦，不就行了吗？到处乱跑个什么呀？哎呀，都说了那是海神，不是什么仙人。熊玲玲呀熊玲玲，你别听你爹胡说，冒犯了海神那可是了不得的事儿。快把这一些金银俗物送到村长屋里面去，免得这些俗物冲撞了海神。熊，这姓氏倒也贴切，真是熊的身段。这群大人骂这个少女一阵儿也就散开了，并未惩罚这个少女，开始在寨子内外搜寻他们的海神。李长寿继续暗中观察，这寨子有些异常，而这也是李长寿会停留在百里之外并未直接离开的唯一原因。事有反常必有妖，也有可能是藏了宝。寨子中有上千人族，依靠打鱼狩猎耕种为生，生活较为充实。此地也是风调雨顺，没什么天灾。至于人祸，凡人王国部族来几千正规军，还真不一定能攻下这个寨子，更别说那些小团伙的山贼海寇了。但是这寨子里的绝大部分人没有修行，均是凡人，却都如少女一般的壮实身材，这委实有些说不过去。首先这营养绝对跟不上啊，更别说这里的人们并没有特意锻炼肌肉的举动。李长寿能想到的几种可能中，概率最大的情况就是此地有什么特殊的水脉食材，而且还是量大管饱的那种。往往这种凡人不以为意的神奇之物，会是炼丹、炼器、布阵、修行用的宝物。再加上此地并无任何的外来炼器师的踪迹，寨子里那几个炼器化神阶的人物，应该是修行了某种残缺的法诀，这在人族俗世范围内并不罕见。这才让李长寿稍微有了一些兴趣，并决定停留在百里之外稍作观察。这群壮士在寨内搜寻无果，于是群雄出动，倾全熊寨之力搜寻半天之后，有个老人无奈地喊了一句：海神回大海了。于是这群大部分都姓熊的村民又回到了寨子，开始热闹的篝火大会，欢送海神回归大海。李长寿观察了3日，也去暗中查看了此地的水源，调查了这寨子常用的食物，搜索了附近几百里之地，却没有发现半点异常。莫非真是祖传的体型？他不愿在此地耽误太久，找不到此地异常的原因，就决定离开了。半夜，李长寿在这棵大树的树干中挤了出来，化作了一只体型中等的鱿鱼，投身到了温暖的海水中，去找寻自己接下来的闭关之地。此地乃是南赡部洲西南部南海龙宫的势力范围，但是因为南海龙宫离陆地太远，也不如东海龙宫那般活跃，这片海域倒是异常的宁静祥和。李长寿很快就找到了一处小小的荒岛，在此地潜踪闭关。3个月后，李长寿的道伤已经完全恢复，水遁与土遁的威能进阶有了大幅度提升，又将三昧真言重新修行了一遍，凝出了仙火。5个月后，坐在礁石洞中的李长寿身周仙光尽数收敛，呼吸吐纳再无清气外露，双目之中也没有了逼人的神光，身上那股清香也消失不见。站起身来，
低头打量了一阵，自身气息再无半分波动。走到礁石旁，李长寿静静站立，观察着海水中生灵的反应。此前因为仙人威压的存在，海中的鱼虾会纷纷躲避，如今他站在此地，海中的鱼虾除了被惊扰一下，而后正常无聊嬉戏。想了想，李长寿先模拟出了反虚第7阶的气息，又将这部分气息隐藏起来，再显露出反虚3阶的气息。第3版归西平气诀大成，回去之后就把第2版传给灵娥吧。轻轻吐了一口气，李长寿的心情颇为不错，不想多浪费时间，就要回之前藏身的岩洞中继续修行。刚要转身，北面的天边突然出现了一缕七彩宝光。李长寿的仙识立刻扫了过去，发现那宝光的来源就是铁塔少女熊灵丽的寨子。那个寨子果然有好东西，不过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很可能会引来其他炼气师的注视。我贸然过去，恐怕容易陷入危险之中。斟酌一二，李长寿在袖中取出一张纸人，对着纸人吹了一口气，这纸人哆嗦几下，慢慢的活了过来，伸展着小胳膊小腿，在李长寿的手中跳起，落到海面。小纸人踏着海水走了2步，砰的一声化作了一位中年道士身影，接住李长寿扔过来的3只宝囊，转身钻入海水中消失不见。李长寿回返岩洞中，闭目凝神，心神寄托在了纸人分身之上。他把心态放得十分的轻松，若是能够捡到宝那就捡，捡不到就回来。